知道了。到那时候，某个笨蛋就没时间享受大餐了。过半小时再说。偷偷摸摸的，在干什么？做贼心虚。这个策划案调整的不错，可以推进了。那个比较复杂。中途看看某人自称匠心独具的策划案，换换脑子。这次确实达到某人自吹自擂的水平了，至少是我这几天看过的文档里最省心的一个。想要布丁的话先欠着，下次给你做。我只是你的抱枕。如果要做我的幸运花，他的工作压力应该不小。到家了吗？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，还有20分钟。没什么，
就是想听听笨蛋的声音。你睡糊涂了？学笨蛋什么？帮帮我嘛，李泽言。错觉罢了，我可不想变成笨蛋。上午开完会，准备出去办点别的事，半路下雨了，没带伞。你这花里胡哨的比吗？如果转运的目的是让人心情变好，那他已经完成自己的任务了。要一杯草莓大福奶茶，半糖少冰。谢谢。还可以。某人让我去买奶茶的时机不错，正好赶上买一送一。
理论上应该没有。知道了，告诉他们，我会准时到达。魏谦说，合作方那边关于项目还有一些事情想谈，一会儿还要再和他们开个会，时间不能确定。比起转运物，沾沾笨蛋的习气更有用。你怎么还在？回家吧。又买了什么东西？倒是挺适合某个笨蛋的。你的业务拓展范围倒真是越来越广了。没看出和平时有什么区别。你都是用这个诀窍来预判自己策划案结果好坏的？我看你一点都没想要问我意见。
你没有什么要问我的吗？没有，中间的确有几个细节谈不妥。你确定要问这个，而不是今天下午的演奏会？某个人把票夹在本子里，前天晚上加班时，还大大方方摊开在桌面上。我又不是装傻充愣的笨蛋。生意场上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我不是已经靠着你了吗，笨蛋？不用担心，我现在没有你想的那么沮丧，主要归功于某人这几日见缝插针带给我的小心意，比如塞在我包里的转运物，还有偷偷摸摸的买一送一奶茶，效果都不错。你以为在奶茶店里戴个帽子换一件外套，我就认不出了？确实，只不过更重要的是那个带来幸运的人。某人说过，撒娇的人会有更多好运。比起别人的演奏会，我现在更想听你弹的钢琴。幽默曲吧。
很平和，很温情，充满了倔强的力量和笨蛋的活力。这是那天避雨的时候在店里买到的。不是某人说石斛是吉祥之花吗？就当是你送给我那么多小幸运的回礼。这个答案，你自己来感受。